2021年中国海军破纪录地服役了9艘盾舰，成为了今年世界上服役最多盾舰的国家。那么2022年中国海军还会继续下饺子吗？各位老铁们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哥。进入2021年末，总算能够给蓬勃发展的人民海军进行一个新增主战舰艇的统计了。今年可谓是海军丰收年，2栖攻击舰、核潜艇、055大驱全面服役海军舰队。近1年的时间，给海军增添了总数将近20万吨的大舰。这其中又以盾舰最为瞩目。从今年年初算起，我军已经服役了多艘盾舰。先从055大驱开始说起。目前解放军海军第一批次的055大驱建造总数为8艘，舷号为101至108，目前已经全部完成建造并且下水。其中除去055首舰101号南昌舰是去年年初入役的中国人民海军序列，像后续的102拉萨舰、105大连舰、103鞍山舰和106延安舰都在今年的3至12月份陆续的进入北部和南部战区海军服役。这样一算，2021年新入役的055万吨大驱就达到了史无前例的4艘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4艘055依然没有东部战区海军的份儿。现阶段东部战区海军是3大海军舰队唯一没有装备055大驱的舰队。也不知是不是为了补偿东部战区海军，近日试航完毕的075两栖攻击舰的2号舰驶入了东部战区海军基地。看这架势，基本上可以实锤东部战区马上要增添一艘大平顶了。如果真是这样，东部战区终于结束没有大型军舰撑场面的历史了，真是可喜可贺。比055要小些的 052D也是我国海军装备的主力盾舰之一。从2012年的第一批次到现在的第3批次， 052D 在短短的9年间下水了25艘之多，建造速度不可谓不惊人。当前海军服役的是正在建造的第3批次的 052D 改进型舰艇，进行了适当的加长设计，主要就是为了容纳直20直升机。从2021年1月初到12月份，虎哥可以确定的是，有多达5艘 052D 加入了人民海军序列，分别是132苏州号、123淮南号、162南宁号、124开封号、164桂林号。只是这5艘盾舰全部分给了北部和南部战区海军，再一次绕开了东部战区海军。因此经过仔细的统计，仅2021年1年时间，中国海军史无前例的同时服役了9艘盾舰，排水量达到了85000吨，搭载的850毫米垂发单元总和达到了768个，这个数量相当于英国海军所有拥有垂发单元战舰的总和。不仅如此，2021年世界各大海军强国下水的盾舰在数量上和中国海军相距甚远。蓝星最强的美国海军在2021年仅仅服役了1艘排水量9600吨、搭载96垂发单元的阿利伯克 2A 级宙斯盾驱逐舰，而日本海上自卫队也只不过服役了1艘万吨摩耶级宙斯盾驱逐舰。因此在盾舰下水的数量上，中国海军再获全球第一。虎哥认为今年对于人民海军而言意义非凡，以往虽说都是在下饺子，不过基本上都是 054A、056A 这样的护卫舰，甚至是更小型作战舰艇前来充数。而现在是以大型盾舰服役为主，而这些盾舰在军舰的归类里都是实打实的大型战舰。当然，今年海军爆发式服役大批量盾舰的原因，主要是因为海军的大部分作战舰艇的建造在同一时段进入尾声。当前 052D 第3批次的12艘，从2018年到2020年，经过陆陆续续的改进，已经全部完成了建造。时隔1年，第4批次的 052D 仍然没有传来建造的消息。这是从2012年以来 052D 建造后的第一次退潮。055也是同样的问题。
当前055的第一批次已经完成了全部的建造，从2017年开始到2020年结束，和 052D 到现在经历了1年的停顿期，仍未传出后续的消息。可以看出，经过10年海军驱逐舰下饺子，人民海军的先进驱逐舰数量已经达到了一个可观的规模，因此海军对于驱逐舰的需求不再像以往那么急迫了。当前海军的重心逐渐转移向2栖攻击舰和船坞登陆舰。根据外媒的报道，目前单单是075这一型2栖攻击舰就已经建造了3艘，未来还将建造5艘。071船坞登陆舰第2批次8艘舰艇建造计划也正在海军的规划中。由此可见，海军造船的重心正在向符合海军当前需求的舰种靠近。未来的海军发展重心包含2栖作战，这无疑是值得现在的我们去期待的事情。